美国要和中国算老账了。就在10月24日，有媒体报道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正式启动针对中国是否履行2020年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301条款调查。这一消息像一颗炸弹，引爆了中美关系的又一轮地震。4年前，川普签下那份协议时，全球媒体都在惊呼中美暂时停火。可如今，川普回来了，他要重新清算那段被掩盖的往事。更准确地说，他要翻旧账。这不是简单的政治姿态，而是一场彻底的清算行动。川普要对北京当年签下的承诺逐条对照，看看哪些被兑现了，哪些被赖账了。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，中国在2020年与2021年期间，仅完成了对美采购承诺的 58%， 不到60%。换句话说，有近1万亿美元的承诺被悬在空中，从未落地。那时候的协议规定得很清楚，中国要在2年内额外购买价值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，包括农产品、能源、服务与制造业商品。可到了2022年，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虽一度创纪录，但随即暴跌。如今，美国农民、能源企业再次被迫面对冷冰冰的现实，那场贸易和平根本只是短暂幻影。川普清楚，这不是单纯的经济调查，他要的是政治杠杆，在川习会前夕用旧账换取新的筹码。就在调查宣布的前一天，白宫公布川普将在下周赴韩国与中国领导人会晤。原本是一次外交秀，如今却变成一场舆论陷阱。纽约时报评论指出，美国此时重启调查，是要在高层会晤前展示强硬姿态，为可能的新一轮关税加码提供法律依据。华尔街日报则直言，这场调查可能重燃中美间最危险的火种。华盛顿已经准备好了。根据 USTR 声明，美国将从10月31日起征求公众意见，12月16日举行听证会。而背后的核心是川普政府要为新一轮贸易战铺路。川普的态度比任何时候都更激烈。中国骗了我们一次，不会有第二次。他在集会上这样喊道。他的目标很明确，重新夺回美国制造业、农产品与稀土供应链的主导权。这次301调查就是那把重新挥舞的锤子。它不仅可能导致新的关税战重启，还可能让美国对中国科技、稀土、能源出口再加码管制。事实上，自从川普重返白宫后，美方已经在去风险化的名义下，对中国企业展开了新一轮制裁封锁。2025年3月，美国商务部新增52家中企入实体清单。7月，美方宣布禁止中国稀土进入军工供应链。9月，美国国会通过法案，限制中国 AI 芯片出口至第三国。如今，加上这场翻旧账的调查，中美贸易摩擦已不再是针锋相对，而是系统性脱钩的开始。在这一轮舆论与政策夹击下，中国出口企业的处境可以说惨不忍睹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，2025年第3季度，中国出口额同比下滑 14.7%。广东、浙江、江苏等外贸大省工厂开工率降至2015年以来最低。全国制造业岗位减少约430万个。现在的工厂宁可关门，也不敢接美国订单。一位东莞电子厂老板在接受财新采访时无奈表示，汇率、关税、物流、制裁全是雷。2020年那场第一阶段协议本应是两国关系的转折点，如今却成了中国出口业的坟墓碑。川普要翻的旧账不仅是经济账，更是政治账、信誉账。北京可能不在乎1-2轮调查，但这次不同。这场调查是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为依据，而这条法案赋予美国总统单方面征税权。换句话说，
如果川普认为调查结果不满意，他可以立刻对中国商品加征新关税，不需要国会批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出口的每一条命脉，从电子零件、服装、玩具到光伏、稀土，都可能被再次捏在美国的手里。中国外交部表面上依旧强硬，但内部早已心知肚明，外资撤离正在摧毁就业。青年失业率在2025年6月官方重新公布后，竟高达 21.8%。失业潮正扩散至中产阶层，金融、制造、房地产无一幸免。中国社会的信心塌陷已经到了危险边缘。接下来，美国要的不只是解释，他要北京公开认错、赔偿，重新签署新协议。这不仅是经济对决，更是国家尊严的撕扯。而这一切都只是风暴的序章。川普要算的不只是旧账，而是中国整个经济模式的命门。过去10年，中国依靠出口换取美元，再用美元支撑国内的房地产泡沫、债务链和地方财政。如今，美国要在第一阶段协议这道口子上插刀，意味着北京赖以生存的美元输血通道正在被一点点切断。旧账的清算引发的是供应链的连锁反应。2020年时，美国对华出口的大豆、能源、服务类商品是协议重点。如今，这些领域都成了中美脱钩的战场。根据路透社报道，美国正在考虑全面限制对中国稀土、锂电池、AI 芯片及先进设备的出口，作为报复性措施。这意味着，即便中国想履行旧协议，也买不到了。一位华尔街分析师指出，川普的策略不是让中国履约，而是让中国无从履约，这样他就能名正言顺地发动新制裁。而美国内部的舆论风向也正在被引导向新冷战正义化。从 CNN 到 Fox， 主流媒体用统一的叙事：中国违约不可信任，必须强硬，在为川普造势。结果就是美国在法律、舆论、政策3方面同时发力，中国被逼入死角。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，2025年前3季度出口总额下降 13.9%， 而外资企业出口额更暴跌近 30%。这不仅是数字下滑，更是中国制造业结构的溃烂。与此同时，国内消费彻底冷了。社零总额增速已连续3个月低于 1%， 居民储蓄创历史新高，资金不流通，信贷萎缩，投资停滞。在这一轮中美角力中，最惨的不是国家，而是被夹在中间的企业与普通人。川普的政治天赋在于造叙事，他不是单纯打经济仗，而是要让对中国开战成为西方的政治正确。美国新任商务部长在10月初的听证会上直言，过去我们容忍中国，是因为我们还需要它的工厂，现在我们有墨西哥和印度。与此同时，日本、韩国、澳大利亚、欧盟纷纷响应去风险政策。东京宣布将从2026年起对关键材料出口中国的企业进行补贴性转移。欧盟计划扩大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。印度则在10月中旬直接宣布提高对中国电子元件进口税。世界开始对中国关上门。这场新冷战已经不仅仅是中美之间的战争，而是全球产业链的重组。面对美国的连环布局，北京没有更多筹码。印钞刺激会推高通胀，降息救市，资本会进一步外逃，靠内需拉动，居民消费意愿在下坠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9月全国 CPI 同比下降 0.7%， PPI 下降 3.1%， 连续第9个月负增长。这意味着通缩正在吞噬企业利润，也正在掏空普通人的钱包。更可怕的是，连银行体系都开始抽血。4大行的贷款不良率逼近 3%， 地方银行集中暴雷。
河南、辽宁、贵州等地接连传出储户曲线受限的传闻。美国用关税和舆论掐断了中国的出口动脉，又用资本制裁封锁了金融回血的通道。而北京的反制几乎无力，稀土早已被替代，大豆美国转向南美制造业，订单被越南和印度分走。川普的旧账正在变成中国的死账。川普的算盘是让中国在旧账的重压下自己崩塌。而最令人绝望的是，这种崩塌不会一夜之间爆发，而是像溃烂的伤口，慢慢渗血，慢慢坏死。当一个国家靠卖房子、借美元、印人民币来维持繁荣时，任何一次外部冲击都是致命的。而如今的中国正一步步走向这个结局。历史不会重演，但它会押韵。2025年的这场中美角力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广场协议。不同的是，这次中国可能撑不过去，